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一直有粉丝想看看磁吸充电宝的评测和拆解，一直没时间安排。今天咱们抽空做这个磁吸的移动电源的一个评测，也可以说是插队做的这个视频吧，为的就是了了咱们铁粉的心愿。深圳移速科技是成立于2020年的一家年轻的科技企业，他们家的产品怎么样？我们先测试这款磁吸的充电宝，后续安排测试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充电器。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点点赞、关注、投币走起，谢谢你们的支持。咱们话不多说，先开箱看看这个移动电源。拿到这个移动电源，外观就是赛博朋克的风格，银色的包装，这里是它的品牌标识。中间一个移动电源的图片，5000毫安，满满的赛博朋克的风格啊！这边是移速的英文 logo， 这边也是，后面就是它的规格信息、二维码信息、警告信息。抽出内部的移动电源 C2C 的数据线，这一个是移动电源的本体，外面有一层塑料纸包着的，这一个是使用说明书，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一个保修卡。这外部是铝合金的材质，官方宣传的是跟 MacBook 外壳一样的铝合金的材质，确实是非常的薄啊，拿到手上又轻又薄。这一面是玻璃的材质，头一次遇到充电宝外面用玻璃材质的。这里是规格信息，5000毫安无线磁吸移动电源，型号是 YSPB-W05， 电池类型聚合物锂电池。电池能量是5000毫安 19.25 瓦时 3.85 伏，我们记住这一个能量值。额定容量是2800毫安，在5伏 2.4 安的情况下，我们后续测试的时候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输入功率的话，5伏3安15瓦，9伏2安18瓦。输出功率 C 口是可以支持输入和输出的，输出功率是5伏3安15瓦，9伏 2.22 安也就是20瓦和12伏 1.67 安也是20瓦。无线输出5瓦、7.5瓦、10瓦、15瓦，最高功率是15瓦的功率。总输出的话5伏3安15瓦 max， 转换效率这里标出来了啊，60%。我们后面5次充放电循环来看一下这个能量转换效率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制造商深圳市移速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制造，3C 认证，循环5年，不要扔向垃圾桶。充电宝的电量显示窗口一共有5个 LED 灯 ，Type-C 口内部的舌片为橙色。这个磁吸充电宝连包装盒的重量161克，去掉包装盒的重量是119克。这个充电宝的厚度8.89毫米，宽度是66毫米，高度是102毫米。这一个手机壳是 iPhone 13 Pro 的手机壳，带磁吸的。充电宝的厚度非常的薄啊，可以说拿在手上是无感的。这种磁吸的充电宝，大家一定要配一个这种磁吸的手机壳，磁力的话会强很多。如果有手机在上面的话，它磁力更强。这是没有手机的状态，就这样甩就甩不掉了。这个移速磁吸充电宝外观部分看完了，我们进入5次充放电循环。进入5次充放电循环之前，我们先把这一个剩余的电量把它全部放完。这是这个磁吸充电宝的第一次充电，我们用这个小布丁的充电器给它充。输入功率的话，确实是可以达到18瓦。我们看一下能够充进去多少能量。这是咱们第一次给它充电，充进去电量20.6瓦时，充电时间大概花了1个半小时左右啊。第一次放电的话，我们用12伏 1.67 安，也是20瓦的功率来进行放电。这是我们第一次放电。放出能量13.46瓦时，一共放了大概40多分钟，也就是50分钟的样子。这是第二次充电，咱们这一次充电充进去20.5瓦时的电量。充的时候我去拍其他的视频去了，时间就比上一次多了一点点，但是充进去的电量始终是差不多的。第二次充电的话是用的酷泰科65瓦的充电器充的。我们第二次放电的话，还是用12伏 1.67 安20瓦的功率来给它放电。这个充电宝的第二次放电，放出电量13.32瓦时，放电时间的话也大概就是40多分钟时间。第三次充电，我们用这一个小布丁120瓦的充电器给它充电，实际的充电功率的话大概也就是18瓦左右。这一次充电充进去20.34瓦时的电量，充电时间1个半小时。这个充电宝用18瓦的功率的话，基本上都是1个半小时就可以把它充满。第三次给它放电的话，我们就用9伏 2.22 安的功率来给它放电。这一次放电放出电量13.45瓦时，放电时间的话也是40多分钟时间。这一次电又充满了，充电时间1小时36分钟，充进去电量20.14瓦时，1个半小时左右充满。
这个是酷泰克20瓦的充电器给它充的电。咱们第4次放电的话，还是继续用9伏2.22安，也就是20瓦的功率给它放电。这一次放电放出电量13.45瓦时，放电时间43分钟，跟前面都是差不多的。我们进行第5次充电，这一次充电充进去电量20.13瓦时，充电时间1小时40分钟。我们这一次第5次充电是用的酷泰克30瓦的充电器充的。第5次给这个充电宝放电，我们就用5伏2.4安的功率来给它放电。最后一次放电放出电量14.67瓦时放电时间1小时12分钟。我们是用的5伏2.4安，也就是12瓦的功率在放的电，放出的容量的话大概就是2800毫安，跟这个规格说明里面基本上一致的。5伏2.4安，额定容量2800毫安。从这一个磁吸充电宝5次充放电的情况来看，我们实际充放测算下来它的效率的情况，平均效率可以达到67%。我做出一张图，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截图看一下。官方的说明里面，它显示的是转换效率大于等于60%。确实，这个充电宝是没有虚标的。按照官方额定的19.25瓦时的能量来换算出它的额定的转换效率达到了平均转换效率71%，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对于这种小功率的充电宝来说，它的转换效率做的还是很不错的。5次充放电循环测试效率我们做完了，我们现在把这个充电宝充满，进入实际充电测试。充电宝的电已经充满了，我们先用这个12 Pro Max 来给它测试一下它的无线充电功能。目前这个手机还有14%的电量，有充电的动画效果。计时器打开，我们看一下要多长时间。这个手机已经充到80%个电，也就是说充了66个电进去，花了2个小时07分钟。这就是一个差不多10多瓦的一个无线充电的一个效果给这个手机充到80%，充电宝的话大概还有1格电量。我们再次把它充满电，然后直接用有线的方式来给手机充电试一下。进入有线充电之前，我们来看看这个充电口的充电协议的情况。它有华为的 FCP 最高24瓦功率，华为 SCP 的最高25瓦功率，三星 AFC 支持24瓦功率， QC 3.0 5伏9伏12伏 3.6 至12伏，展讯的 SFCP PD 3.0 的20瓦 ，PD 3.0 档位点进去的话，有3个固定档位，2个 PPS 档位。固定档位最高12伏 1.67 安，也就是20瓦。然后 PPS 5伏至 5.9 伏的3安，5伏至11伏的2安，它也是20瓦的2个 PPS 档位。这个充电宝除了给苹果充电，安卓手机它几乎都是可以的。功率虽然没有多高，但是作为应急使用是非常不错的下面这个 DCP、SAM、Apple 2.4 这3个是基础功率，基础功率也是非常完善的。我们还是拿这个12 Pro Max 来测试。目前这个手机还有20%的电量，这个手机已经充到95%的电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一共充了1小时40多分钟时间，估计这个充电宝的电量也已经放完了。实际充电已经放了15.2瓦时的能量。我们看一下从20%充到80%用了多长时间，大概1小时20分钟的时候就已经充到了80%。曲线图的话，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在22分钟的时候，从9伏的电压直接下降到5伏的电压，这是为什么？我们看一下温度图，大概就是从45.8度的最高温度的时候就降频了，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一直在充电。所以说像这种的超薄的充电宝，它天生就是为应急充电而设计的，它主打的就是便携应急充电。这个充电宝从前面的协议检测来看，它对安卓手机的兼容性也是很不错的。我们快速过一下各个品牌的安卓手机它兼容的情况。这部手机是荣耀的60，实际功率可以跑到12瓦左右。这一部手机是三星的 Note 10加，真实功率可以跑到16.7瓦，也就是17瓦左右。这一部手机是 iQOO 的 Z9 vivo 家的，真实功率可以跑到12瓦左右。这一部手机是一加的 ACE3 OPPO 的产品，真实功率可以跑到17瓦左右。这一部手机是红米的 Tribe 3，真实功率的话大概就是个13瓦的样子。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宝的一个文波输出的情况。无线充电也是很多网友纠结的一个问题，这个无线充电会不会产生文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无线充电的一个原理。这里面有一个接收线圈，
它接收的电流是交流电。手机端的感应线圈输出的电流也是交流电，这两个线圈里面的电流都是交流电啊。然后手机的主板上面有一个交流变直流的一个转换端，转换成直流电输入到电池上面，这就是无线充电的一个原理。所以说，如果要测试这个无线充电的文波的话，就要测试手机主板上面的交流变直流的一个整流器，这个就没意义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直接测试这个有线输出端的文波的情况。咱们以前测试文波是在这一端来进行测试文波，我现在改了一下，从仪表的输入端这里来测试文波，就避免了这仪表和诱变器对我们测试结果的一个影响。我这里弄了一个示波器的一个探头接口，这个电容104的电容是用来滤除高频噪声的。直接测试这个充电宝的3个档位负载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这个充电宝的输出文波最高的时候 10.7 毫伏，平均文波是 9.2 毫伏，很低的文波啊。9伏 2.22 安，也就是20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1.0 毫伏，平均文波的话 19.4 毫伏的样子，也是很低的一个文波。12伏 1.67 档位，也是20瓦的功率，我们看一下它的文波的情况，最高文波 24.1 毫伏，平均文波21毫伏的样子。这样测试下来的话，这个充电宝的文波确实是属于极品啊。这个移速5000毫安的磁吸充电宝测试下来，数据是很不错的，规格也不虚标，转换效率可以达到70左右，甚至比标称效率还要高。总之，这一个磁吸充电宝针对的用户就是苹果用户，5000毫安的容量，充12 PM 一次差不多，更加不用说6.1寸的苹果手机了。如果还想大一点的容量，官方还有1万毫安可以选择。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样的体积有这样的测试成绩，确实很不错。文波输出没有超过30毫伏，大家觉得怎么样？喜欢我的视频，喜欢我的频道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